同样是放在客厅的投影，一个到手不到2000，一个要3000多，真的把画面打在墙上，差距真的有你想象的那么大吗？尤其是大眼城 C3 Ultra 这种1000元级高刷旗舰，面对吉米 Z9X 4K 这种3000元 4K 三色极光，究竟是越级锤上去，还是一开机就露馅儿？今天用一句话把这期的核心讲清楚。如果你是普通家庭客厅观影为主，偶尔打打游戏看球赛， C3 Ultra 的实际体验已经能打到3000元档的边上，而 Z9X 更像是画质和游戏体验感拉满的进阶选项，看你预算和需求在哪儿。对了，我拍 C3 Ultra 居然没有频闪，这的确意外，还是要说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。先把两台机器的身份对一下，大眼城 C3 Ultra 国补之后，差不多1800左右，标称1000流明，1080P 原生分辨率，120赫兹高刷屏 ，MT9669 加 4G 内存加 64G 存储，还塞了一套带腾讯浑源大模型的 AI 系统。吉米 Z9 国补后3300左右，1300流明，0.39英寸的 DLP 4K 芯片，三色激光光源 MT9681， 支持 4K 60、1080、240等等，主打轻薄 4K 极光旗舰。听上去完全不是一个价位段的东西，但真正使用下来，故事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先说多数朋友最关心的客厅观影，从亮度和画质上看，如果你是那种晚上开着顶灯追剧、看综艺，或者白天拉一层窗帘看电影， C3 Ultra 的1000流明已经足够打100寸左右的画面，而且不会出现那种灰蒙蒙糊成一坨的感觉。单 LCD 里它算亮度顶到天花板的那一批，正常的观看距离1080的清晰度都能完全撑住剧、综艺和给孩子看动画片的这种内容。吉米 Z9 在这上面做的就是把余量拉满，1300流明加上三色激光，白天拉窗帘时画面通透度会更强一点，高亮场景也更有冲击力。看 4K 边缘、蓝光偏远的时候，细节确实是会更丰富，尤其是你坐的比较近，或者本身就是画质档，能看出来文字的边缘纹理上有那一点点锐度优势。暗部对比度上 DLP 加极光的组合，黑位会更深一点，纯黑的画面不会像 LCD 那样略带一层灰底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些优势建立在你真的有好片源，有真的在意这点差异的前提下。日常会员视频平台的码率、清晰度加上常规的观看距离， C3 Ultra 和 Z9 在大多数内容上只能说 Z9 更好，但不是碾压，而价格将近1倍。所以如果是标准客厅观影、全家追剧为主， C3 Ultra 已经能把那种打开就有影院感的体验给到你。 Z9X 是把画面精细度和亮度再往上推一格。体育赛事和流畅度是这两台都主打的点。 C3 Ultra 用的是 1080P 120赫兹的高刷屏， HDMI 2.1 链路是真120赫兹，配合 MEMC 插针。看球赛的时候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快攻、长传、冲刺，画面跟着走，球不会一拖一长条，字幕也不会抖。对于平时观看足球和 NBA 的用户来说，这一档已经是极大缓解拖影的级别。Z9X 在纸面上更变态一点，支持 4K 60、1080、240，输入延迟官方说能做到1毫秒。你把一台高刷 PC 接上去，理论上看球打游戏都可以跑到高帧，在大屏上那种极致顺滑的感觉是 C3 Ultra 这种120赫兹机器做不到的。但回到体育赛事本身，直播信号通常也就是50帧或者60帧，很多时候靠的还是投影仪自己的 MEMC 算法。这个场景下，两台的差距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。C3 Ultra 借120赫兹和插针已经把球赛做得足够顺滑， Z9X 则把这一部分做得更极致一些，但对大部分球迷来说不会构成必须要多花1倍钱的级别差距。对于长期使用和可靠性而言，这两家的路线完全不相同。 C3 Ultra 干脆自己搞了一套悟空 X Ultra 全封闭光机，简单理解就是把 LCD 光路整个封死，不让灰进去，同时用导热更好的材料分离散热结构，把温度降下来。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用了1-2年之后画面会出现黑点、黄斑、亮度暴跌的风险。在配合双循环散热、长时间高亮工作的时候，机身温度、风噪都在一个比较舒服的范围内，你坐在旁边看电影不会
被风扇炒到。Z9X 则走的是 DLP 加3色激光这条相对先天抗造的路。DMP 芯片本身就是封装好的，激光光源的寿命也会更长，亮度衰减慢，只要散热设计 OK， 用个5-6年基本就不会有明显废了的感觉。长时间点亮之后，两台机器的温度和噪声上都控制得很好，风扇的声音都属于那种可以被偏源直接盖过去的级别，所以能不能长期稳定使用这个问题，这两台机器都会给通过。C3 Ultra 用工程手段补足 LCD 的天生短板， Z9X 是靠方案本身的成熟度吃饭，思路不一样，落点都是放心使用。系统和好用程度是这两台机器的另一个分叉点。C3 Ultra 这一代直接上了 MT9669 加 4G 加 64G， 系统流畅度在投影仪里是顶配水准。更关键的是，它塞了一套带腾讯浑源大模型的 AI 助手进去，这个东西的体验差异在哪儿？一句话，你在客厅说话的频率会比按遥控器高很多。比如你懒得在各大 APP 里翻来翻去，直接说来点轻松搞笑的电影，它能帮你整合推荐。看着看着你忘了剧情，问一句刚才那个人为什么突然消失了，它也能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甚至你等片头的时候随口问天气、路况、旅程建议，也都能聊得上来。再加上开机投屏没有广告， UI 简洁，整体感官就是像一台稍微聪明一点的电视，而不是那种广告机。 Z9X 用的是 MT9681 加 3G 加 64G， 性能更强，但是系统调性偏传统的智能电视那一路。吉米自己的 GMUI 加上米家生态联动，语音助手还是那种偏工具型的，好处是界面成熟，内容资源丰富，接入你现有的智能家居也比较方便。你可以在米家里把它当成一个设备管理，它不会像 C3 Ultra 那样在智能交互上给你太多惊喜，但整体是稳、好用且不折腾。我们再说一些细节，音响和外观。 C3 Ultra 的声音属于这个价位你很难挑剔的那种，内置大音腔，开到正常音量，看电影看综艺，低频是有存在感的，不用第一时间就考虑上个回音壁。当然吉米在这边如果挂上外挂音箱，整体的声场和临场感会更好一点，尤其是电影里那种音效的包裹感，两边对比是能听出区别的。如果你本来就打算配一套外置音箱，这部分的差距反而没有那么关键。体验层面上， C3 Ultra 标配的那只全金属万向云台支架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。你可以随意的调整角度、高度，正头、侧头、顶头都行，而且整机内置电源，不用再单独挂一个大大的适配器在地上，看着也干净。Z9X 的优势是在于轻薄，机身很小很薄，自带一个能折叠的旷式支架，拎着走，房间之间挪来挪去也会非常方便，更像是一块可以随手带走的大屏。最后我们说说怎么选。如果你的预算在2000以内，希望一台机器就能搞定客厅追剧看球，偶尔主机打游戏，同时不想被广告和卡顿折磨，大眼城 C3 Ultra 是那种闭着眼睛买都不会错的选择。亮度、流畅度、系统配置在这个价位有点像水桶机，没有明显短板，实际体验是明显越级的。如果你预算能拉到3000多，并且你确实很在意 4K 分辨率、3色激光的色彩，以及极限状态下的游戏表现，比如你有 PC 高刷的需求，或者对画质有一定的洁癖，那么吉米 Z9X 会把这部分钱换成你看得见也感受得到的那多一截的体验出来。要是让我自己站在现在这个阶段，只留一台放在普通客厅里，性价比优先，我会选 C3 Ultra。等哪天要专门搞一个影音房，或者把体验拉到极限，再去看 Z9X 这种级别的机器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依旧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懂不会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